Hello， 大家好，我是 Helen， 好久没有给大家做丙烯画的视频了。今天呢，我就用丙烯颜料画了很多的迷你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你看我这里画的呢，有花草，有动物肖像，有卡通，还有风景画。我觉得它们都很精致。我使用的是3×3英寸的画板，同时呢，我配了一个就是小型的迷你画架，这样它们可以直接立在一个平面上，比如说你的书桌上，是一个很好的家庭的装饰品和礼品。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在这个视频当中，我希望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迷你画的创作过程。那首先就是把你的颜料挤在你的调色板上。首先我要画的这个呢，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适合于新手来画的一朵这个向日葵花。我用我自己的丙烯颜料的里边的橘红色，还有黄色来画这朵花。非常简单的形状，圆的花心，然后呢周围都是长的花瓣。使用的颜色呢就是橘红色、黄色，主要是这两种颜色。在这里呢，我使用绿色作为它的背景色，我比较喜欢这种强烈的对比色，会让你的心情非常好。这里我使用黑色呢，增加了一些这个向日葵花必要的细节。这样点点点的去接触你的这个画布，会让它的就是颜料的边缘不规则，会有一些比较生动的效果出来。我觉得很适合以这种方式来画这个中间就是向日葵会结出瓜子儿的这个部分。现在我在画的呢是一朵雪莲花。这朵花呢是白色的，所以呢它的阴影部分呢我就用蓝色来表示。我先画的是它的阴影部分，之后再添加白色的部分上去。那之前的那幅向日葵呢，它并没有完成，我在等它，就是先把底色先等它风干，然后之后呢再会做最后的处理。这里你可能会发现我笔上经常会带有残余的颜料，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没有必要每一次都把你的笔洗干净，然后再去蘸其他的颜色，我觉得就是有一个自然的过渡或者是颜色的混合，会让你这幅画就是更加的和谐，更加的颜色互相呼应。这幅画呢是一幅风景，就是在山里边的有小房子的一个春天的景色，绿色的山，然后呢有这个小溪，还有呢绿色房顶的小房子。房子后面还有桃花树，我觉得颜色搭配的非常漂亮。有的时候你会画错，或者说就是画坏了一幅画，那这个时候呢你也不需要很紧张，你完全可以在你之前就是它的颜料完全干透的基础上呢，重新再画这幅画，用这个更新的颜料，更厚一些的颜料，把这个下面的东西给它盖住就可以了。丙烯颜料啊，还有油画颜料啊，都是很轻易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像水彩颜料一样，水彩的话呢是需要你就需要直接换纸了。你可以看到我画这个皮卡丘的时候呢，就是用黄色直接把它的整个的卡通人物的轮廓，然后和它的形状大小给它定下来。很多人呢，他可能比如说你画惯了风景画啊，或者比较写实的一些东西以后，突然让你画一个卡通人物，你反而会有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其实卡通的话呢，它完全比你之前画的东西要简单很多。那主要就是大体上先把握它的形状和大小，之后再添加一些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就好了。你试一下就会知道，非常的简单的。由于主题是卡通，所以呢，你的配色呢一定要有趣味性，并且呢适合于儿童。好，
那现在呢，我就在等这些画呢，就是底色能够干透，所以呢，给大家看一下我在网上卖出去的，我自己画的这些迷你画。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今天画的这几幅也是给自己补货，之前在网上已经卖出去了相关的一些东西，所以今天呢也是补充一些自己的货源。那我觉得画一个皮卡丘呢，可能还不太能满足我自己的童心，所以呢，我再画另外一个造型的皮卡丘。在这个原本空白的新的画布上面，你可以看到我画卡通人物的整个过程，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先整体的去把握，之后再添加细节，其实不难。在你的底色没有干的时候，你要想画一些细节，比如说脸上的眼睛啊、嘴啊、鼻子之类的这种小的细节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小心，因为如果你不能做到一次性很精准的去画出来的话，然后就很容易把下面的底色跟你上面的这个新画上去的东西混在一起，就变得很泥泞。这个皮卡丘已经干透了，那这个时候我在添加细节的时候呢，出了错误，那么我会怎么做呢？那我先用自己的手指头去擦一下，然后我再用纸巾去擦它。如果都没有用的话呢，那你就用笔去蘸一下水，给它擦掉就好了。因为你新的颜色呢是湿润的，它还没有干，所以非常好擦洗。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的底色已经完全干透的基础上，才不会把底色一起去擦掉。这里我忘记提到一点，就是画这种小的迷你画布的画的时候，你一定要尽可能的选择一个画细节的这样一个笔刷，非常小的笔刷。你如果用大的笔刷去画皮卡丘的眼睛啊和它的嘴和它的鼻子的话，那肯定是画不出来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画卡通的这种迷你画布的时候，背景图案的这个 idea 是哪来的？我这个图案呢，我主要也是为了省事儿，主要就是想有一定的趣味性，所以呢，我想它的背景在一个就是单一颜色的基础上呢，画一些泡泡。比如说这种绿色的在这种蓝色的背景上画一些绿色的泡泡，然后呢泡泡就会有那个光面，有反光的地方，然后用白色的稍微一勾，它就出来了。其实挺简单的，我主要还是觉得这个卡通主要是针对于小孩子比较喜欢，更多的是孩子比较喜欢，所以呢，我想还是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就是非常能够抓住他们眼球，比较符合他们审美的这样一种卡通的作品出来。现在这一幅呢，让大家来猜猜看我画的到底是什么，跟我在这个视频当中画的其他的迷你画画法都不太一样，但是是我自己一直就是坚持的风格。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种绘画的风格。大家可以猜猜看，其实在接下来的视频当中呢，你可以通过背景可以看到底是什么答案呢，我就到最后给大家展示成品的时候再揭晓。希望你能够喜欢。现在呢，我画的这些画呢都干透了，那我就最后再做一下收尾的工作。那首先这一朵向日葵呢，我会给它加一些花瓣的这个高光的部分，然后呢再加一些绿色的小的萼片，这样它就完成了。对于卡通人物皮卡丘这一类的呢，我是用这种防水的勾线笔给它勾一下线。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在你使用这个最后的勾线笔啊，在你的这个画作上去勾线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下面的颜料完全干透，要不然的话，你的笔上沾上颜料，你的笔也就毁了。这也是我得到的经验教训，毁了几根笔之后，自己开始重视的。还可以用白色的防水墨水笔去做这个高光的处理，就像我之前的视频当中画水彩画一样。在这个丙烯颜料干透的基础上，像这样的笔也是可以留下痕迹的。好啦，那签过名之后呢，我这一些新的迷你画就完成了。那它们每一幅呢，我都非常喜欢，很有趣味，自己使用和作为礼品都非常的合适。同时呢，我也接受特别定制的订单，您可以给我发送电子邮件，并且呢发送给我您需要画的照片，然后我会给您特别定制。那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这一期的视频，希望您留言点赞，并且关注我的频道，咱们下次再见，拜拜。